以史為枕，可以助你好眠。今晚，讓我們以民主先驅黃興的一生為枕，伴你夜夜好眠。在中國近代的歷史浪濤中，有一位與孫中山並稱孫黃的革命家，他不僅是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是多起反清革命的實際領導人，包括成功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體的辛亥革命。他的一生是為復興民族、民主共和而奮鬥的傳奇。他自願放下權力，展現出高尚的品格與無私的胸懷。今晚讓我們目光集中到這部充滿奉獻與犧牲的史詩，也是中華民族追求自由與獨立的縮影。民主先驅黃興的革命人生。1874年10月25日，黃興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書香門第。他自幼接受傳統儒家教育，也於22歲考中秀才。然而，甲午戰爭的慘敗與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讓他開始意識到，單純的科舉之路無法拯救風雨飄搖的國家。1898年，黃興受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推薦，考入武昌兩湖書院就讀，接受新式教育，並接觸了維新派的思想。儘管戊戌變法最終失敗，但這段經歷讓他認同變法主張，一方面同情維新運動，一方面也堅定了改造中國的決心。1902年，黃興赴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學習。在日本，他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中國留學生，共同探討救國之道。這段留學經歷也對他的人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由於黃興深刻感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後強盛的國力與西方民主思想的衝擊，很快從一個理論派的愛國學生轉變為務實派的革命者。他與楊篤生等人一方面組織了湖南編輯社，介紹西方科學與文化，另一方面又創辦遊學一編月刊，積極宣傳革命思想。1903年，俄羅斯帝國企圖佔領中國東北地區，黃興與部分留日學生決定組織拒俄義勇隊，自願前往前線，以聲援東北。此事也引起清朝政府與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1904年，黃興回到中國，在長沙組織了革命團體華興會，口號是同心撲滿，當面算清。他聯絡會眾，策劃在11月16日，趁慈禧太后70生辰大壽之際，舉行起義計劃，試圖推翻清朝統治。然而，因事跡敗露，官府派兵查封華興會，長沙起義未成。黃興也從長沙乘船到上海，再逃往日本。這次失敗是他革命生涯的起點，也奠定了他日後組織革命的經驗。此外，在東京，他與這名男人的首次會面，也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巨大轉捩點。1905年7月，黃興在東京結識了孫中山，在孫中山的提議下，黃興與宋教仁、陳天華等革命志士，在日本東京擁護孫中山，組成中國同盟會。黃興任執行部庶務，兼任副會長，居協理地位，成為同盟會中僅次於孫中山的實際領導人之一，與孫中山並稱為革命的兩大巨頭，號稱孫黃。之後，孫中山主要負責海外籌款與革命宣傳，黃興則肩負起領導革命、組織武裝起義的重任。之後的幾年裡，黃興奔走於南洋、香港與中國內的間，組織革命，或參與或指揮了多起武裝起義。從1906年的平流里起義、1907年的欽州、連州、上思起義，到1908年的河口起義，儘管這些起義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但他們喚醒了廣大中國民眾的革命意識，對清朝的統治重新反思，也為之後的辛亥革命積攢了革命力量。1911年4月，黃興領導了第3次廣州起義，又稱黃花崗起義。他親自率領敢死隊，身先士卒，攻入兩廣總督轅門，並且與清軍展開巷戰。激戰中，他身負重傷，
斷了2根手指，黃興也因此是被稱為8指將軍。此外，革命黨也有多人陣亡，事後收殮有80餘具遺體，而身份確認者僅有72具，後稱黃花崗72烈士。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但72烈士的事跡傳遍海內外，極大地鼓舞了革命黨人的士氣。黃花崗起義造成的影響力，成為辛亥革命爆發前的導火索，被稱為辛亥革命的預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的浪潮迅速席捲全國。10月28日，身在上海的黃興聞訊後，立刻從上海前往漢口，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領導革命軍和清軍的戰鬥。之後，他指揮了陽夏保衛戰，面對清朝北洋軍的猛烈反撲，黃興與黎元洪等將領苦戰20餘日後，撤退至武昌。這場戰役為其他各省的革命換取了寶貴的時間。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相繼成功起義。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黃興被任命為陸軍總長，兼任參謀總長。然而，為割避免內戰，商討南北議和時，孫中山將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在隨後的權力分配中，黃興堅信大局為重，2次放棄擔任陸軍總長職務，把軍權交予袁世凱的北洋系將領，以示誠意。他雖身居要職，卻不戀權位，其功成身退的胸襟令人敬佩。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黃興擔任理事，繼續為鞏固共和而奮鬥。然而，袁世凱的獨裁野心日益膨脹。1913年，袁世凱暗殺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並解散國會，獨裁統治昭然若揭。孫中山與黃興意識到事態嚴重，積極聯絡各方，發動2次革命。然而，由於革命黨內部意見不一，以及袁世凱握有軍事實力優勢，2次革命失敗，黃興被迫流亡日本。此時，黃興與孫中山的革命策略產生了分歧。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宣誓服從其個人，而黃興則堅持民主原則，認為革命黨應是一個平等的組織。儘管兩人理念不同，但黃興仍繼續為革命事業奔走，最終乘船赴美國，宣傳反袁思想。1915年，袁世凱稱帝，舉國譁然。黃興聞訊後，立即從海外歸國，發起護國運動。他在美國聯絡僑胞，組織募款，積極支援蔡鍔在國內的討袁護國行動。他的號召極大地鼓舞了國內外的反袁勢力，最終促使袁世凱在全國的聲討中被迫取消帝制，黯然下台。然而，長期的奔波與心力交瘁，積勞成疾，使黃興的身體狀況迅速惡化。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42歲。由孫中山等友人代表主喪，大總統黎元洪、遵國會議決頒令為黃興舉行國葬。孫中山稱讚他不貪權、不居功的品格。護國戰爭的領導者蔡鍔寫下挽聯：以勇健開國而寧靜持身，貫徹實行，是能創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驚起揮淚，難為臥病九州人。章太炎寫的挽聯道：無功則無民國，有始必有斯人。馮自由評價黃興，世稱孫黃為開國二傑，克強城當之無愧矣。黃興的一生是為中華革命的一生。他雖不像孫中山那樣站在歷史第一線，成為標誌性人物，但他甘願在革命的道路上居次席，無私的奉獻相助，不眷戀權力，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中華民國開國元勳。閉上眼睛，
你依舊能看到。黃星的一生是中華歷史銀河中璀璨的一顆星。